折腾了一季，这群外星人终于把飞船修好了。可我立刻就打算带着一家人前往一个新的星球，让游泳来改造，到时候那里就会成为希洛普人的新家园。小妍妍也早已受够地球上的刁民了，他们竟然放完屁才说不好意思，这难道不应该在放屁前就说吗？只有杰西恋恋不舍，哭着向地球告别，眼看要起飞了，没想到才上升不久，飞船又出现故障，跌回原处，还顺带帮邻居重燃了青春。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是重量失衡。可我打算去检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泰瑞突然有些紧张，就说可能是因为他藏了一点点东西，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几袋沙子、几个保龄球，还有能玩一辈子的橡皮泥。辛辛苦苦一整年，泰瑞这骚操作又给整到解放前。杰西倒是很高兴，耶，我们又被困在地球上了。小妍妍则是忍不住开心的放了个屁。看来他们早已被地球风格同化，只是还不自知。飞船被损坏，科沃又开启了碎碎念模式。突然他发现求救仪被放在了冰箱里，不用说也知道这是泰瑞干的。他嫌这玩意儿哔哔哔太吵了。然而求救仪只会在希洛普人求救的时候叫，这么说他们附近应该有老乡。科沃将求救仪连接上了控制面板，没想到这信号定位在了地球，就在伦敦。准备见老乡的时候，科沃突然发现小妍妍和勇勇不见了。其他都好说，只要别又给勇勇放机械战警，应该就出不了什么大问题。要不怎么说怕什么来什么？勇勇正独自在家看机械战警，把这小家伙吓得直接钻进被子，拿着枪瑟瑟发抖。看着定位显示越来越近，科沃的心情也愈发激动，他已经等不及想见见几位老乡了。不过他没想到老乡会住在下水道里，不知道他们的邻居是不是几只乌龟，但他们这架飞船是真的牛叉。那紫色的老乡一见到他们就急急忙忙让他们进去。老乡的家庭成员跟科沃他们差不多，也是2个大人和2个小复制体，就姑且称他们为大紫、小紫、大红、小红吧。大红是飞船的领队，他们很惊讶，科沃一行人竟然不戴面具。泰瑞还以为是空气有毒，但其实他们说的是躲避人类的面具，戴上它就能像个人类一样混迹其中，而且不用担心会被抓去解剖。杰西觉得老乡太小题大做，他们在美国从来不戴面罩，而且全镇的人都认识他们，也没见谁来抓他们去做实验。不料科沃却开口附和大红他们，说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躲避人类。泰瑞和杰西就很迷惑，这人怎么睁眼说瞎话呢？倒是把这群老乡哄开心了，当即就说要给他们展示中子镇。泰瑞和杰西就在后面腹诽，这些傻子真的是颗粒沃气。老乡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和科沃他们截然不同，他们会晚上出门去垃圾堆里找吃的，一旦被看到还会清除那人的记忆。他们完全保持着母星的一切习惯，希洛普星以外的事物是绝对禁止的，而且他们每小时都会进行祷告，就像在希洛普星一样。这不正是科沃梦寐以求的旧时光？临走之时他仍有些恋恋不舍，比起他自己的家，这里更能让他有归属感。大紫也表示随时为他敞开大门，但泰瑞是1秒钟都不愿意待下去。回家之后，泰瑞还觉得不可思议，那些人竟然每小时都要祷告，哪知还有更不可思议的。可我要求他们一家也向老乡学习，泰瑞和杰西只觉得他搞笑，你可拉倒吧，你已经和我们一样完全融入地球了，你也喜欢芝士披萨，而且办了健身卡却从没有去过，跟个假外星人似的。这句大实话刺痛了科沃的心，他哭哭啼啼的跑了出去，说要搬到伦敦去和喜欢的外星人住一起。老乡们很快就接纳了科沃，科沃也觉得他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吃完垃圾之后就该用绳子抽自己了，虽然不知道自残算哪门子的文化传承，但科沃却乐在其中，疼得好爽啊！而且他觉得家里那俩家伙一定正在后悔，很遗憾他想多了。泰瑞和杰西现在别提多自由了，杰西收养了一条老狗，可能是闲的，他就想找点事儿做，比如给狗掏掏耳朵、擦擦屁股、挤挤肛门什么的。他现在觉得自己也是任重而道远啊。接着泰瑞又提议去玩造金机，结果又没人管游泳了，这小家伙被狗子吓得又躲进了被窝。科沃不在，家里就是他们的天下，金山打滚，别提有多爽。另一边，科沃跟着老乡刚捡完垃圾回家，就被问能不能在吃饭之前先背圣树。那科沃一听，表现的机会来了啊！结果他磕磕绊绊的竟没背上来，大红脸一沉，你在家的时候都不复述吗？有复述啊，让我想想。结果他想了半天还是没想出来，老乡们就嘲笑他，说他已经完全融入地球生活了。可我崩溃了，没想到泰瑞竟是我自己。泰瑞在家也不好过，他们订了一大堆外卖，但是根本没钱付，只有金子。我要这满屋的金子有何用？杰西就更惨了，直接把狗养成了祖宗，对他是又咬又摔，现在是内忧还外患。外卖员也找上门来，见没人开门，开着车就往里撞。大兄弟，你以前是干拆迁的吧？泰瑞没办法，只得出门赚钱。他找了份卖曲奇的工作，可他压根儿就不是打工的材料。那些客人冲进来就把奶油好一顿挤，根本就没人打算好好付钱。尽管经历了上次的尴尬，但科沃还是想跟老乡们和谐相处。他希望他们仍能把他当希洛普人对待，这当然没问题，前提是他能把游泳带过来。大红说他们没有游泳，因为他们在游泳
设计好之前就离开了。他说，在希洛普星球，有些人是工人，生来就肩负着责任，一生兢兢业业；而还有少部分人，他们是隐秘的统治阶级，而他们就是后者，科沃则是前者。他们在小行星到来前1个月就接到了通知，所以买了昂贵的飞船，提前离开了。之后就选择了待在地球，等待着持有游泳的同族，等待他们带着游泳来改造地球，然后重新变回有钱人。他们还想要科沃把游泳带过来，他们说游泳和真的希洛普人待一起会更开心。听到这话，科沃当即就应了下来。上班一天的泰瑞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杰西正蜷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他被这老狗带上了项圈，差点被埋在了后院，也不知道他俩到底谁是主人。泰瑞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觉得要是他们打扮得像科沃一样，说不定就能知道如何应对当下的困境了。要想像科沃，那就得边修飞船边碎碎念。碎碎念简单，可修飞船他俩是真不会，几棒子抡下去，感觉飞船更加残破了。答应交出游泳之后，科沃马上给泰瑞打了个电话，然后就看到了泰瑞和杰西那惨兮兮的模样，说他们很想他，他们很需要他。他求科沃赶紧回家，说他说什么都是对的。科沃看他们这副样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不远万里，千里迢迢住下水道，那不就是想有朝一日看到自己有多么的被他们需要吗？不过他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要是他不会背圣树，他们会不会嫌弃他？这个问题属实多余，他们连圣树是啥玩意儿都不知道。科沃很满意，就答应泰瑞马上回家。挂断电话后，科沃把新决定告诉了老乡们，说不会把游泳交给他们。虽然他的队友很傻叉，但他决定去引导他们。话音刚落，他就被大红打了一拳，然后就被关进了笼子里。他把他推出了飞船外。既然科沃不愿意主动交出游泳，他们决定直接开飞船过去抢。看着头顶的大窟窿，科沃才彻底明白了这群人的狼子野心。好在这笼子是密码锁，那数字肯定就是圣树。科沃再使劲回想了一下，居然真就被他想了起来。从下水道出来，正巧遇到了英国警察，这警察也是好心，就说送他一程。到达伦敦之眼后，科沃把方向盘装了上去，然后就驾驶着摩天轮朝家挺进了。此时卑劣的老乡已经抵达家门前，他们将飞船上的武器瞄准房子，让泰瑞把游泳交出来，原因也不说，就直接发动了致命武器。他们好好说话，说不定还有一丝机会，可他们直接动用武力，那泰瑞也不是好欺负的，当即就激活了自动防御装置，那阵仗也是相当的大，丝毫不输对方的武器。眼看一场惊天大战就要打响，制作方却因为经费不足把场面略过了，反正就是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两败俱伤。本以为这就结束了，没想到大伙他们手上还有武器，交出游泳，不然我们就开抢了。这时科沃驾驶着摩天轮赶了过来，他告诉他们可以带走游泳，但是必须先知道该怎么照顾他。如果游泳死了，你们也不能超级有钱了。他们觉得科沃的话有道理，就答应给他们30秒的时间。杰西简直不能理解科沃为什么答应，因为游泳就像他们的宝宝一样。科沃当然也没想过真要送走他，那群外星人从没见过游泳，所以随便找个东西替代就行。以防万一，科沃还交给了游泳一把枪，让他躲进被子里藏好。然后科沃把老狗抱了出去，告诉老乡们这就是游泳。只见老乡突然眉头一皱，然后开心地说他比想象中还要可爱。接着杰西又把游泳的东西拿了出来，告诉他们该如何照顾游泳，每天要6-4次，用湿纸巾擦屁股，给他煮新鲜的鸡肉和米饭。还有如果改造迟迟不开始，就说明你们没能逗他开心。最重要的一点，他每次叫的时候，你们就得用拳头打自己的脸。老狗在飞船里是又蹦又跳，现在他算是找到能随便欺负的人了。他排泄，他们会觉得他在改造地球；他一叫，他们就会打自己的脸。接着我们来说说小妍妍，其他人去伦敦了，小妍妍还是在正常上学。她找到学校那群酷盖，告诉他们今天大人不在家，所以想邀请他们去家里玩，听说可以喝到醉生梦死。那领头的酷盖当即就答应了，他承诺所有的帅小伙都会参加。至于为什么他们的态度会突然转变，那是因为这群酷盖换了个头，欺负小妍妍是上个头的政策。他们之后去了基督夏令营，学习了爱与和平，现在他们只想和小妍妍和谐相处。聚会那天很快到了，但小妍妍迟迟不见酷盖们过来，就把仪仪探测器拿出来找他们。小妍妍很快在一栋灯火通明的房子找到了那群本该出现在他家的酷盖，他还天真的以为他们是弄错了派对的地址，结果他们就是故意这样说的。他们从头至尾都没想过和小妍妍过夜，只是不想被他发现他们在开派对，光用嘴羞辱好像还不够。那领头的酷盖还把小妍妍扔到了树上。小妍妍回家后就打算干掉那几个酷盖。这时来了个参加睡衣派对的男生，他是个社恐，没人的话他更自在。这不就是小妍妍等待已久的好朋友吗？他马上就带着新朋友去参观了强国。小妍妍总算交到新朋友了。这时全家人听到一声枪响，跑上楼一看，游泳打死了个机械战警。哦，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安静的餐厅内，一个网红逼逼叨叨的打破了宁静，这种毫无公德心的举动让小妍妍很不满，于是她干净利落的掏出枪将其缩小。不同的是，这次杰西并没有说他，反倒附和的说这人就是个傻叉，他已经不想再管小妍妍的破事儿了，他今年只想让自己开心。回到家后，小妍妍就把这网红扔进了强国，穿过隧道迎接她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姑娘，这位眼镜妹是强国的接待员，她向网红介绍了强国的历史，从外星人缩小人类到公爵统治群众，再到勇士蒂姆带领人民成功推翻暴政，以及最伟大的雪莉为除公爵牺牲了自己。眼镜妹还说你来的正是时候，因为第一个雪莉纪念日就要来了，说信息量确实有些大，但既然已经来了，网红男也只能接受，在这里重新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得知他想当服装设计师，眼镜妹马上给予了支持，还说自己会当他的第一位客户。强国分配的房间非常温馨，也挺宽敞，营养师还会准时敲响房门，带来新鲜的蓝莓和圣女果，这种普通人嘴里塞牙缝的食物就是他一整天的全部供给。之后营养师又去了小黑的家，对待拯救了无数人的英雄，营养师自然是格外优待，除了正常供给以外，还有一个大草莓，女友拿过草莓就啃了起来，直呼这就是强国最美好的事物。但紧接着他的这句话就被打破了，因为最美好的事物分明是小黑的求婚戒指。你愿意和我度过这微不足道的一生吗？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但一切并不像表面这般和平，红发女士像往常一样带着小甲壳虫在公园散步，不曾想竟然发现了一具惨烈的尸体，死者就是那位营养师。黄毛和光头请来了小黑，说需要他的专业指导，可小黑想也不想就拒绝了。没错，他确实是战争英雄，但如今战争已然过去，他只想回到自己的平静生活。黄毛他们也推测出了凶手，那就是蟋蟀。虽然这死状确实不像，他们之所以找小黑，也只是看中他战斗英雄的身份，想着由他宣布这消息，众人更能接受。但小黑并不想搅和进这件事儿，他只祝他们早日找到蟋蟀，便离开了。夜晚，小黑又梦见了战斗时的场景，无数人冲锋，然后无数人被埋葬，即使他再努力，也无法阻止死亡降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死去，他也越发绝望。这时，妻子的声音将他拉回了现实：你救了那么多人，但是没救下所有人，你已经尽了全力，但我现在有尽自己的全力吗？妻子一听这话，有些着急，没人想自己的丈夫陷入危险之中，她现在只希望能跟小黑在家好好过日子。可是逛个公园就能遇见凶杀案的地方，算什么家？小黑决定去帮助他们进行调查，他故作轻松地安慰妻子，说不定就是个蟋蟀呢。再说眼镜妹，为了看看网红男是否适应，第二天还亲自去了裁缝铺，没想到这人根本就没去报道。眼镜妹就想着，也许他是迷路了。然而网红男房间里的血迹证明着这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卧室的场景更是将这份惨烈推到了极致，里面的世界这暗流涌动，而外面的世界则是一片繁华。可我订购了一桌丰盛的美食，正准备邀泰瑞下楼共享，没想到这家伙对眼前的佳肴不屑一顾，还说要去参加高端晚宴。可我和小妍妍就觉得很不公平，咋就没人邀请他俩呢？泰瑞倒觉得这很正常，他们两个又宅又不爱社交，而且还低情商，总是说些让人尴尬的话。即使如此，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受到邀请，尤其是看到杰西和勇勇居然也要去。杰西说他要去钓个有钱的老头，然后体验一把当小三的快感。闻此，可我更火大了，他作为队长，怎么一个二个都比他还要知了？这他可不答应，他用地球终结者威胁泰瑞，必须带他俩去参加晚宴，一切物质都将被和平。泰瑞没办法，只得答应把他俩带去。我总要找个机会扔掉你这破玩意儿，那你就试一下，我让你试试就试试。进入宴会之前，泰瑞特意嘱咐可我，让他别紧张，也别像平时那样，就轻松一点，开心一点。进去之后，宴会主人很热情，还让可我闻闻这葡萄酒的味道，这可太难为他了。他憋了半天，就说了句闻着像葡萄酒。不想就这一句，却惹得主人开始疯狂阴阳怪气，明里暗里都嘲讽着可我不懂行。再加上泰瑞又在旁边疯狂施压，可我又开始疯狂冒孤不乐了。泰瑞倒是在哪里都混得开，朋友们又提议玩好莱坞高管猜猜猜，可我和泰瑞哪认识这些人啊？结果游戏刚开始就被大家群嘲了。杰西的表演也进展的不顺利，他觉得人们的掌声太敷衍，而原因就是勇勇不在状态。再说可我被嘲笑过后就恼羞成怒了，就说猜地球上的人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跟他 battle 他们村里的名人。然而这番不合时宜的言论不仅没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反而把他们从人群越推越远。泰瑞有些尴尬，就想让这两人先回家，你们现在有点扫兴。此话一出，把可我的心都伤透了，他掀翻桌子，带着小妍妍就离开了宴会。回家的路上，可我还一直骂骂咧咧，小妍妍就想着直接把那些人熔成肉酱，这样世界就和平了。可我却已经看透，就算熔成肉酱，挫骨扬灰，他们也会在坟头举办宴会，嘲笑他俩土包子。小妍妍无奈了，要是能把宴会熔掉就好了。这句话点醒了可我，他立刻
刻让司机去最穷最下贱的参议员家，造金机在手，科沃马上就收买了参议员，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立刻游说通过了禁止宴会的法案，不仅如此，还任命了科瑞和小妍妍为宴会警察。泰瑞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直接气得半死。有了这重身份后，二人组马上持枪上岗，酒水和开胃菜全都不能放过。他们去的第一家看似没什么异常，然而紧接着那主人竟拿出了千层面，看来是宴会没跑了。一群人马上冲了进去，首战告捷。这两位警察还上了头版头条。接下来又有好几起宴会被他俩端了。终于在某天，泰瑞找到了科沃，他看了近些天的新闻，对他俩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当初告诉过他们不要参加晚宴，现在又使出这种手段加以报复，他现在是怒火中烧。偏偏科沃的理由冠冕堂皇，说只是秉公执法，还让泰瑞离宴会远点。可泰瑞是谁？他不仅不听科沃的警告，还当着他的面说他绝对不会放弃晚宴。杰西和勇勇也闹了矛盾，他没想到这小家伙竟和别人表演了，背叛的滋味涌上心头。他发誓没有勇勇也能一战成名。到了饭点了，泰瑞和杰西又不吃饭，还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要去逛超市。这么明显的谎言，自然不可能骗过科沃。于是两人尾随泰瑞进了那栋房子。不想这里只是间再正常不过的酒吧。然而等到他们退出去之后，泰瑞转动了按钮，原来这真就是宴会。回到家之后，科沃两人才知道被骗了。既然泰瑞动用科技的力量，科沃就决定用科技打败科技。他启动了2个电子人，他们能检测到电子邀请函，这确实帮助他们找到了宴会的地点。然而看向里面的时候却空无一人。还有一次，他们把宴会开在了水下，离抓获最近的时刻，宴会的人都变成了猫。显然这些都是泰瑞的手笔。为了宴会，他是一天一个样，天天不重样。不过科沃的电子人确实给他造成了些麻烦，他现在都改用寄纸质版邀请函了。科沃发现无论怎么劝，泰瑞都不会听，就允许了小妍妍过度使用武力。小妍妍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和他的地狱犬已经饥渴难耐了。这2头犬是用特殊材料培育的，它们能嗅到方圆好几里以内的宴会气息，然后把里面的人吞下，变成一瓶红酒。这等血腥暴力的场景把科沃都惊到了，他没想到这过度使用武力竟然过度到这种程度。这时他们收到了新的电子邀请函，这场宴会泰瑞和杰西也有可能参加。科沃急了，忙让小妍妍召回恶犬，然而小妍妍根本就无法命令狗子，恶犬嗅到派对的气息就停不下来。科沃着急忙慌朝着宴会赶去，他还给泰瑞打了电话，说有恶犬出入。可泰瑞现在已经不相信他的话了，不等他把话说完，泰瑞就挂断了电话。泰瑞自信满满，以为再不会有人打扰，却不想直接破窗而入2条恶犬。若不是科沃及时赶到，他可能马上就会变成了一瓶外星红酒。然而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这2条恶犬还在对他们穷追不舍。情急之下，两人躲进了一家全食超市，这下完蛋了，这里到处洋溢着晚宴的气氛。果然2条恶犬很快就找了过来，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变成了红酒。还好他俩反应快，掩盖了身上的晚宴气息。科沃涂满了蛋糕，佯装在参加生日聚会，而泰瑞则将自己隐藏在了单身汉气味之中。眼见他们都受困于此，科沃说了实话，其实他并不讨厌晚宴，他禁掉他只是因为想和泰瑞在一起。对于他的真情流露，泰瑞也说了心里话，说他不该老想着在陌生人面前惊艳四方，而忘记了好基友。说罢，两人就用一吻了结了恩怨。这时恶犬刚好找到了这里，还好科沃一首生日歌把他给打发了。怎料泰瑞突然作死地问了一句：“你玩过苹果派对的桌游吗？”苹果派桌游？恶犬猛地回过头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杰西驾驶着飞行台救走了他们。看他和游泳这样，应该是和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去那个议员那推翻这条法律，一袋金币下去，议员马上改口，这下生活总算又回归了正常轨道。一家人在家里玩起了宴会游戏，用那些只有他们知道的西普洛冷知识。科沃也终于体会到了晚宴的乐趣。小妍妍呢，则负责把红酒重新变回了人。毕竟他当时之所以会这么做，只是为了耍一下当赏金猎人的威风，而那些受害者还真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去过自己纸醉金迷的日子啦。科沃正在家里修飞船，马上就要打开中子2机管，这玩意儿非常难以掌控，他需要泰瑞的帮助。听到对讲机里传来“没问题的，老哥”，他就放心的打开了，怎料整只手臂都被吸了进去。泰瑞都还没动静，只一个劲儿的回复“没问题的，老哥”。就这样日升月落，好几天过去了，声音才止住。原来这只是泰瑞的录音。听到科沃那痛苦的声音，这货才想起被遗忘的好基友。此时科沃的身体已经被吞了一大半，偏偏在这紧急时刻，泰瑞忘记了该怎么
么操作，几个按钮点下去，科沃被折磨得更惨了，都搞不清楚这货是来救人还是来杀人的。看他手忙脚乱那样，科沃就知道这货根本没在家，但泰瑞肯定不可能承认，直接舌灿莲花给糊弄了过去。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救出科沃，于是他又开始了一番骚操作，把科沃搞得那么惨，泰瑞有点过意不去，就买了点墨西哥菜给他赔罪，外加很多的萨尔萨酱，说是赔礼道歉，这货就是自己想吃，因为他就根本没买科沃喜欢的萝卜片，还说科沃不喜欢，他就笑纳了。这时泰瑞注意到身旁的玻璃房子，科沃告诉他这是个传输设备，可以把保修单发射到他们星球的2基管工厂，并且还能穿梭时间，信会被寄到希洛普星球嗝屁以前，装进小房子，启动阀门，穿越时间来到工厂，然后问题解决，改良品送回。看完整个流程，泰瑞懂了，这就跟触不到的恋人里的油桶一样，此话一出，马上就遭到了科沃的反驳，他这可是科学，跟烂片能一样吗？结果看了电影之后，他马上承认他们就是一模一样。果然外星人也逃不过真相定律。看过电影，科沃就叫泰瑞起来工作了，但泰瑞是谁呀？他就想无忧无虑的躺尸，还说自己的懒是天生的，在他还是个小复制体的时候就这样了。他很笃定这个时空里没人能改变他，你改变不了我的，你改变不了我的。见眼前这小子如此嚣张，科沃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他找来人工智能，问他修改信上的地址是不是可以寄到过去任意希洛普人手中。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科沃就开始给小泰瑞写信。信件送达的时候，这小家伙还在打瞌睡。当看到信上说如果他不热爱科学，严于律己，血液就会变成希洛普蝙蝠，这小可怜吓得再也不敢犯懒了。第二天科沃起床的时候，泰瑞已经做好了丰盛的早餐，还修过了飞船，收拾好了房子，并且记得科沃信上的话，懒得像头猪，血液变蝙蝠。科沃惊呆了，没想到那个油桶真的有用，不过他还是劝诫自己不要滥用。然而当他看到泰瑞还用叉子吃燕麦，他马上就溜回飞船送了封信。回去的时候，泰瑞已经换成了勺子，而且还让科沃下午和他一起去给喜欢的按钮程序排序。天知道科沃等这一天多久，他实在是太高兴了。泰瑞现在是越来越勤快，还坚持每天洗游泳，因为不这么做血液就会变成蝙蝠。不过他还是有些疑惑，做啥事儿都会导致变蝙蝠，这玩意儿是真的不需要门槛的吗？可我听他这么说，只得糊弄过去。不想看什么电影，两人又有不同意见。他想看教学电影，而泰瑞想看《速度与激情》。可我脸色一沉，我去就回。回来的时候，泰瑞已经在高呼杠杆了。恰逢这时，小妍妍和杰西回来了。小妍妍那金光闪闪的下身，立刻吸引住了科沃和泰瑞。看样子今晚是他的专场了。科沃如今对油桶的使用也是愈发疯狂，只要对泰瑞有一点点不满意，就会写信。两人的所作所为也越发一致，几乎已经达到科沃说上句，泰瑞就马上接下句的地步。科沃对现在的他简直是太满意了，完美如你，我夫复何求啊！泰瑞对现在的自己也很满意，觉得和泰瑞一起修飞船搞科幻太飒了。可科沃并不喜欢飒这个字，更厌恶泰瑞在他耳边大吼飒中之飒，飒上天。科沃的脸又黑了，我去就回。他打算在最后一次给小泰瑞写信，不想这次寄信之后迎接他的是个极度疯狂的泰瑞。他拿起刀就冲向了科沃，泰瑞来势汹汹，根本不给科沃反抗的机会。科沃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坏事了，趁着泰瑞拔刀的功夫，科沃抢先一步把他关在了门外。他现在不住地向泰瑞忏悔，并保证会写信让他勇敢做自己，保证他会变得和从前一样。不料科沃破门而入，大吼道：我不要改变，我喜欢现在的自己。现在来说说另一条离谱的故事线。小妍妍在储物柜里张贴了新偶像西格尼韦弗，阿凡达里的女科学家。小妍妍很喜欢她，因为她强壮，又接触过外星人。杰西也觉得西格尼生得俊俏，还说愿意跟她生猴子。这时学校的那群酷盖又来找小妍妍麻烦，看她竟然把西格尼当做偶像，他们就把她打得更惨了，指责小妍妍不配喜欢她。她一边抽烟一边救下纳维人，你干过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你永远也不会变酷变强。杰西看到校长来到了这里，本以为能惩治这校园霸凌，结果这货走上前给小妍妍来了一脚，你休学2周，原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校长走后，杰西上前问他怎么样，被这般侮辱，想来也不会好受。他现在对那群酷盖恨得牙痒痒，恨不得啖其肉饮其血。要不是科沃把他武器没收了，怎么会让这般跳梁小丑嚣张？杰西替他想了个好主意，去健身房撸铁，只要身体强壮了，就可以去把那些人揍一顿。但小妍妍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是放
毒蛇。小妍妍去的不凑巧，剧毒蛇已经卖完了。不过这些贩子还有鸭嘴狗，他们的威力一点也不亚于剧毒蛇，喷射的毒液能让人当场毙命。贩子找人实验了一下，果然效果极强。小妍妍很高兴，太好了，我要了。不过这2只小狗狗也是个不省心的，直接把小妍妍当成骨头啃。刚巧他走到了一个健身房前，看着里面那些肌肉男，他突然想起了杰西的话，就扔掉狗子跑了进去。小妍妍向肌肉男们介绍了自己，并说自己也想练出肌肉，培养自信，这样就可以把那些贬低他的人踩在脚下。不料这俩哥们儿让他省省力气，因为他们曾经就是废物，现在也是废物，一身的肌肉根本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反而因为类固醇打太多，蛋蛋萎靡，痔疮滋生，他们反而是更加自卑了。自信不是健身房练出来的，自信是与生俱来的。他们给小妍妍指了条明路，那个身材瘦削顶着黑眼圈的干豇豆就有自信。小妍妍觉得这2人是在逗她，但其实这没有，这人有大地能量，这才是受到众人追捧的关键。可惜这玩意儿是练不出来的，得靠天赋。天赋，外星人可不信这个，科学才是改变命运的不二法门。小妍妍回到家就开始分析编程，走出仪器，她已经拥有了金色传说。光芒褪去是令人震惊的大地，她现在充满自信，直接对杰西说：“咱们出去遛遛鸟，你爱咋咋地吧。”现在的小妍妍就是全校最靓的仔，连校长都被她迷得神魂颠倒，把收缴的句子和小黄书全塞给了她。拥有了大地的小妍妍，无论做什么出格的事儿都有人捧场，就连之前对她嗤之以鼻的酷盖，如今也甘愿沦为她的背景板。小妍妍是混得风生水起，不仅被邀请进了上流社会，还成了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在看 NBA 的时候，一阵金光引起了小妍妍注意，2人循着光芒过去，看到了伊德瑞斯·埃尔巴。杰西很是激动，他可是埃尔巴的小粉丝。让人意外的是，这位明星也认识他，其实他主要是了解小妍妍。埃尔巴说，大地能量协会在观察他，还说他们组织一直以来都在平衡全球能量，但他的新大地能量打破了平衡。埃尔巴此次前来是来邀请小妍妍担任组织里的职位，他刚好可以顶替克里斯汀·贝尔的位置。这家伙减重把地给减没了，他表示能帮小妍妍控制能量，但小妍妍拒绝了，他觉得埃尔巴在威胁自己，什么控制不了，什么反噬，他统统不信。我要造一个超级大地，大到你和你的傻逼组织跪舔我。小妍妍说到做到，回到家就开始编写她的超级大地。杰西本想要阻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小妍妍给自己造了2根大地，成功之后，她马上赶往了节目会场，迎着众人的欢呼声，小妍妍走到了舞台中央。她身上散发的光芒令人们大惊失色，她大吼着让人们快跑，我控制不住了。埃尔巴说的对，可惜太迟了，不少人被当场融化。这大地能量直接把整栋大楼夷为平地，向天空释放了一个巨大的大地云。这股能量还在持续发酵，凡是靠近的人全都被溶解了。国家高层都在讨论该怎么处置小妍妍，眼见他们就要准备炸药去炸她。杰西马上冲出去，打算去寻求外援。小妍妍还在不断向天空释放能量。这时西格尼驾驶着机器人来到了他面前，面对这股巨大的能量冲击，他宛如无人之境。西格尼安慰着可怜的小妍妍，告诉她谁也不会死，因为她拥有自古以来唯一能够阻止大地能量的东西，那就是关我地事。说罢，他就站起身吞噬这股大地能量。很快这大地就萎了，而这座城市也恢复了宁静。临走之前，西格尼告诉小妍妍，你不需要大地能量也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你只需要相信自己。说完，他朝着旁边的杰西点点头就离开了。杰西很高兴，你没地炸了，真是太好了。原来他请来的外援就是西格尼，他现在已经是关我地事协会的新成员了。但小妍妍还有一事不明，杰西不是被大地能量控制了吗？他当然没有，只是在配合他的演出罢了。此时泰瑞还在追杀科沃，科沃已经写好了信，就等着寄出去。然而在这最后一步，他被抓住了，现在忏悔也已经来不及了。泰瑞手起刀落，科沃很快就倒地不起了。那封信他也没有读，而是把它撕得粉碎。科沃就在这不甘中合上了双眼。泰瑞淡定地掩埋了科沃，又见小妍妍他们，然后手起刀落，院子内又添了几座坟头。某天他逛公园的时候，不小心撞倒了一个女孩，正当他又打算挥刀的时候，才发现这女孩原来是个盲人。他轻柔地抚摸着她的脸，放下了她的刀。之后他们一同画画，一同浇花，他们相爱了，结婚了。在得知不能生孩子后，他终于忍不住杀死了医生，但他们依旧过得很快乐。他们一起去过很多的地方。然而人有生老病死，这女孩在某次摘完苹果之后便再也没有醒来。这天泰瑞一个人看着妻子的日记，发现了一封被粘好的信。很显然这就是科沃当初写的那封，让他勇敢做自己，还告诉他血液是不会变成希洛普蝙蝠的。当年的事，此时的泰瑞也释怀了，于是提笔给当时的科沃写了封信，让他在被自己追杀的时候往左拐。这封信寄出，时间回到过去，科沃记住了老泰瑞的话，成功把这封决定命运的信寄了出
出去，泰瑞也顺利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嘿嘿，科沃你还好吗？我在切番茄做的特制萨尔萨酱。他喋喋不休说不想修飞船，想看《速度与激情》，而科沃只回答道：好的，泰瑞，这样真的太飒了。科沃正在插花，泰瑞在旁边歪着喝酒，两人大有男耕女织、岁月静好的模样。不过很快，这份安宁就被打破了。熊孩子们到达战场，把科沃的劳动成果搅得一团糟。按理说这个点儿他们应该在学校，难不成今天又是个什么节日？忍忍吧，科沃想着，反正只有1天。怎料这样的情况超出预期，熊孩子们放暑假有整整3个月的假期。杰西让他们别想管着他俩要放飞自我，想干啥干啥。说罢，他们就开始了比赛尖叫，这此起彼伏的鬼哭狼嚎，吵得科沃头都大了。照这么下去，他和熊孩子总得疯一个。泰瑞有个好主意，把他俩给杀了，反正到时候再种就行了。紧接着，两人就讨论起了熊孩子死法。外星难民一家要杀掉复制体啦！邻居听到他们的大声密谋，表示这都不算事儿，把熊孩子们都送到夏令营就 OK 了。了解了夏令营是啥玩意儿后，全家人就朝着营地出发了。说来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大熊孩子刚才也在合计把他俩给杀了，这还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孩子们对夏令营充满期待，小妍妍已经想好就要和夺旗冠军来场你追我赶的甜蜜游戏，而杰西则期待能体验性唤醒，就像他同学茱莉亚，这之前是个女孩，回来就成了女人，这倒不是假话，就是没找到茱莉亚的尸体在哪。泰瑞比较心动的是在才艺之夜上演同性恋，再把 gay 里 gay 气的部分去掉，可这夏令营压根就没他的份儿，你是喝酒喝傻了吧？才没有。科沃也懒得再问，就让他下个路口左转。怎料这货接到指令就来了个漂移，直接在树林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波操作，鲁迅直呼内行。众人看着眼前这一小块空地，目瞪口呆。别告诉他们这就是营地，当然不可能。科沃胸有成竹，说还要再往树林深处走。再往前走了一会儿，科沃就说到了，拉着泰瑞就要离开。可眼前的场景和之前别无二致，科沃不允许熊孩子们质疑他的判断。他可是和那傻叉邻居聊了5分钟，没有人比他更懂夏令营。他让孩子们在这待2-3周，学游泳什么的，然后再来接他们回家。说罢就拉着泰瑞走了。他们现在要尽情享受大人生活了，但前提是得先把车找到。对于这点，泰瑞表示不用担心，他以前上过4节找路课，找到自己停的车，那还不是手到擒来。我能带领我俩走出丛林。别看泰瑞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然而2小时后，他们竟然在转角遇见了那俩熊孩子。对方正待在营地里百无聊赖，别说是夺旗和性唤醒了，他们连个人影都没瞧见。杰西都无聊的叼了个木男友，还脑补了他们相遇、相知、相爱的全过程。这小妮子抱着木头就啃，再这样下去，脑子指定得出问题。小妍妍就说要回家，谁不想回家？可是他们迷路了。科沃把责任全怪到了泰瑞头上，说他喝酒误事。不过追踪设备确实是他落在车里的。杰西小姑娘当场就不淡定了，她还没和暖男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怎么能困死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说归说，请你放过全世界的暖男。不过事已至此，互相指责也无济于事。可我说，只需要跟着最暗的心，就能找到出去的路。然而2个月过去了，他们还在这树林子里打转。谁能想到呢？这地球上的星星全是暗的，他妈的烦死了！兜兜转转，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杰西小姑娘已经精神失常了，抱着那木头是又亲又啃。我好想你哦，讨厌！人家的家人还在旁边啦。这下就连科沃也开始不淡定了，再不想点办法，可能真的要饿死在这儿了。看样子不得不使用那个办法了。小妍妍满脸震惊，什么？你确定吗？科沃所说的是紧急城市化枪，它只有1发子弹，用了就没了。本来是用来应急的，不过现在的情况也算是10万火急。小妍妍朝地面打了1枪，子弹很快沉了下去，出现了一个超大漩涡。紧接着，无数建筑在四周拔地而起，很快，植物人、交通工具通通都冒了出来。众人才回过神来，已经身处在这城市的中心了。他们前去观看了树之城的游客指南，这伍迪·哈里森介绍的确实挺详细，上至城市的行程，下至活动期间的动物是应有尽有，面面俱到。可就是没说他们到底在哪儿，该怎么出去。结果费这么大力气造一座城，也就只是换了个地儿迷路。科沃告诉众人，他们得赚钱租车，然后开到他们停车的地方，再开车回家。好家伙，你搁这套娃呢！泰瑞则建议分头行动，到时候看谁混得最好。他现在对未来充满期待，甚至已经规划好了今后的人生。首先，他要成为年入几十亿的演员，退休之后再当每年几十刀的声优养老。什么意思啊？暗示声优行业工资低到只能养老？光自己做白日梦还不够，他还问起了其他人的梦想。杰西说他想进军时尚行业，小妍妍想搞金融，不为什么，就是想体验被万人唾弃的感觉。但你确定不是
是体验被当韭菜的感觉吗？最后是科沃，他打算先去找找灵感。众人约定好后就分道扬镳了。杰西在街上漫无目的的闲逛，突然遇到了一个非常 fashion 的女人，后面还跟着个唯唯诺诺的小姐姐。突然小姐姐被鸟给叼走了，然后杰西就突然成了那女人的新助理。没错，一切发生的就是这么突然。小妍妍来到了金融区，这里到处都散发着凡尔赛的气息。都说了没个1000万别叫我起床。小妍妍对此地充满了好奇，瞧着金牛多好看，瞧着大熊真逼真。但是大兄弟，人家本身就是真的。小妍妍被熊追着一口气上了顶楼，再纵身一跃滚进了对面那栋大楼。不想这里的人更是怪到了极致，1000万多于500万别叫我起床干活。小妍妍顿时对这人肃然起敬。这时主管特梅普看到这小子在偷懒，立刻让他赶紧打电话赚钱。科沃还在街边玩招牌找灵感，无意之间打倒了抢包的小偷。紧接着一辆豪车停在了他面前，一位大金链子老哥把他拉了起来，说他做了件好事，让他到出租站台去找自己。科沃很高兴，自打他记事起加入黑帮就是他的梦想，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进去了。然而刚走到约定的地方，他就被冲出来的狼给咬了。至于泰瑞，确实去逐梦演艺圈了，可惜他不是这块料。看他的表演，导演的脚趾直接在地上抠出了31听，还说如果他执意想展示演技，那去站街大概更能发挥他的价值。站街不可能，绝无可能。然后可能是天无绝人之路，来了辆车，泰瑞立刻热情的上前搭话，宝贝儿，咱爽一爽吗？多少钱？1小时1万？不可能，那就2小时500。又是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4块钱不限时成交。你把我牙给拔了，干到西天我也愿意。瞧瞧这虎狼之词。另一边，科沃的黑帮生涯也有了进展，但还是逃不过被狼追赶的命运。最有天赋的还是杰西，他完全能够胜任助理的工作，甚至比时尚主编更懂时尚。小妍妍也混得不错，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5000万美元。没过多久，杰西就获得了时尚终身成就奖，但他一点也不开心，反倒觉得无尽的空虚。小妍妍的生活也遭遇了困境，他因整日吸毒错过了儿子的洗礼，妻子跟他离婚了，祸不单行。妻儿走后 FBI 的人又来了，小妍妍慌忙看向经理特梅普，没想到这人竟吞枪自尽了。公司的其他员工也是自杀的自杀，被抓的被抓。在这一片狼藉中，小妍妍看到杰西今晚举行晚宴，泰瑞收到了老相好寄来的裙子，说很期待他在晚宴的表现。而此时的科沃还在被狼追杀，在他即将被咬死的时候，救世主出现了，还用火枪吓走了狼。科沃松了口气，也看见了杰西的晚宴。晚宴开始，杰西一个人闷闷不乐，直到看见了家人们的到来。当问及每个人的经历时，他们都说自己过得非常好。小妍妍说她月入1000万，遵纪守法，爱情事业双丰收。泰瑞说他在服务业创出了一片天地，做自己的老板，时间自由安排。科沃说他参加了蓝色派对，所以身上有蓝色的酱。他的朋友遍天下，有开枪手吉米，杀人狂罗尼，看样子大家都过得挺不错。杰西说他也过得很好，站在时尚界的顶端，呼风唤雨，要啥有啥。诡异的沉默之后，他们就打算各回各家，各干各事了。眼见家人们都准备离开，杰西终于吐露了心声：我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孤单，我好想你们，我希望你们能留下陪我一会儿。有人开头，其他人也就没再说场面话。小妍妍说她犯了好几起金融案，科沃也承认身上是血，他被狼咬了，而泰瑞也承认了自己是性工作者。这时小妍妍突然发现城市起火了，对，就是那条咬科沃的狼干的。在火光的映衬下，他们看到了自家的车，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上了车，逃离了这里。一家人终于又回到了平静的生活。科沃如今觉得跟俩孩子待一起也挺好的。这时电视上播放了关于树之城的新闻，说那里被大火夷为了平地。然而没想到的是，它居然重生了，而且比之前更加茂盛了。看到这里，科沃和泰瑞相视一笑。又是夏天，科沃和泰瑞来到了树之城，继续他们男耕女织、岁月静好的美好生活。怎料突然闯入的麋鹿又打破了这份宁静。外星人出门期间，强国也很不平静。这里之前出过几起连环杀人案，小黑觉得有人行凶是板上钉钉，但黄毛很不认同他的观点。他和光头还是觉得这是蟋蟀干的，挖人内脏，把尸体摆成 wink 的表情，这能是蟋蟀干的事儿？小黑都觉得这两人脑子秀逗了。不想他们居然拿匹诺曹说事，搁着演童话呢是吧？然而两人完全陷入了自己的世界，还推测可能作案的有2只蟋蟀，可把他们给能的。还说小黑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既然这两人听不进他的意见，小黑也懒得多费口舌，他会证明自己的直觉是对的。在之前的调查中，他们找到了一张写着数字7的纸条，小黑判定杀人凶手就在第7区。三人来到了推测的地方，打开房门，灯光幽暗，气氛诡秘，活脱脱就是一个贼窝，周围还散落着没有眼睛的面具。看来小黑的猜想是正确的。冲进卧室，果然有个老汉坐在床上，还不等小黑发号施令，黄毛和光头就把那人给射死了。这俩家伙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莽撞，反而觉得他们把小黑给救了。打死凶手之后，黄毛和光头高兴地喝起尿酒庆祝，小黑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再看那写着数字7的纸条，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借口回
回家拿尿杯，带着那张纸找到了仓库，在这里他发现纸是被撕下来的，原来它不是数字7，而是字母 L。紧接着他看到了有人从里面走出来，他一喊，那人便慌忙逃走。追上去，小黑发现了一个背包，里面又是被残忍杀害的人。就要追上的时候，他踩碎了一块饼干，霎时间，当时大战的场景又浮现在了眼前，那些在此丧生的人全都再次涌现。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那人已经踢了过来，小黑和那人扭打作一团，饼干本来就脆，几番折腾就破了个大窟窿，两人都掉了下去。还好小黑先一步醒来，立刻用手铐将凶手铐住，将其捉拿归案。可事情真的就到此结束了吗？我想远没有这么简单。泰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只想买顶帽子装逼，竟然还能招来杀手。他的脑门突然被激光枪瞄准，定睛一看是带枪的红姑不乐，他忙扑倒泰瑞躲藏起来。这时科沃才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这红玩意儿不是早就被弄死了吗？这事儿是泰瑞的锅，他以为这玩意儿能像他背上长的眼睛一样消失，可他背上的眼珠子也没消失啊，所以这红玩意儿也是真的，不仅是真的，还比之前大了不少。不管了，科沃掏出枪就开射，几枪之后，对面的红姑不乐举手投降了。他说他没有恶意，没有恶意，那激光枪是个摆设吗？这次科沃还真冤枉人家了，这就是把扫码枪。原来小红在购置婚礼要用的东西，什么？就你这小丑逼还想结婚？单身狗泰瑞表示不服，连连让科沃打死小红。这时一位金发美女走了过来，她叫阿珍，就是红姑不乐的结婚对象。给双方介绍过身份后，小红就开始忏悔之前做过的孽事，说不该骂科沃，也不该想着杀他，还说自己那时就是个大坏蛋，若不是阿珍把他从深渊里拉出来，他现在说不定还是浑浑噩噩度日。所以他现在只想跟阿珍结成连理，然后每天早晨醒来都为他准备早点。说罢，这对小情侣就拥吻起来。见此情形，科沃也实在不好再棒打鸳鸯，只让他别拿枪指着自己，就放他离开了。看着小红离开，科沃还是有些不信，这家伙真的会改邪归正？科沃全副武装，还在家里布满了射线，随时准备应对前来偷袭的小红。就在他神经紧绷、全身戒备之时，阿珍突然按响了门铃，说想邀请他们参加他和小红的婚礼。他觉得他俩是唯一能算得上小红家人的人，若是他们能去参加婚礼，小红说不定就能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泰瑞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若是小红以后拥有了自己的生活，就不会天天想着挖科沃眼睛或者在他嘴里拉翔了。科沃一听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答应参加婚礼，为了他自己。在此之前，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觉得阿珍太平庸，满足不了红姑不乐，如果他们分手，小红就会变得更危险。这点泰瑞也同意。首先，阿珍这名字就太大众了，趁阿珍不备，科沃马上把他控制住了，然后让泰瑞去拿超级炫酷霹雳射线。不想泰瑞搞错了，拿成了耗子射线，一枪下去，阿珍变成了只金毛耗子。还没等他们取来超级炫酷霹雳枪，耗子就咬了泰瑞一口，逃跑了。这下出大问题了，要是不能在婚礼之前找到这金毛耗子，那红姑不乐一定会大发雷霆，以后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事到如今，他们只能分头行动，泰瑞去找耗子，科沃去分散小红的注意力。泰瑞这家伙太没自制力了，找老鼠找着找着就下楼买冰淇淋了。这就算了，这后要求还多，等冰淇淋做好，阿珍早就跑没影了。科沃则带着小红去了拉斯维加斯，还给他准备了一间豪华的总统套房，来举办告别单身派对。为了转移小红的注意力，他也是下了血本，连大老虎都给搬了过来。小红那是感动的热泪盈眶，但在开始之前，他还想给阿珍打个电话，这科沃肯定不答应，他直接把手机生吞了，不准用手机，这是单身派对的规定。接着他就开启了派对的第一个项目，咱们用像夺宝奇兵里一样把这些给吸了。几轮游戏下来，科沃已经进展到和兄弟们歃血为盟了，而泰瑞还没逮住金毛耗子，每次就差一步之遥的时候，他就被冰淇淋车勾走了魂儿。这单身派对也是真玩的野，有个哥们儿直接被枪给打死了，原因是科沃给俄罗斯轮盘装了6发子弹，好在他还可以用高科技复活。再说泰瑞，他晚上还是被冰淇淋车送回去的，怀中还抱着一堆疑似阿珍的老鼠，遗忘的加上逃走的，他现在只希望剩下的里面有阿珍。很不幸的是，男新娘都整出来了，就是没看到阿珍的影子。另一边，小红的单身派对终于结束了，两个仇家在房间泡起了温泉，他们不再隔着血海深仇，倒像是两个亲密好友。小红很感谢科沃为他做的一切，科沃则表示愿意为他做任何事。这时，小红突然说想改名叫克里斯，这个名字很有力，很优美。科沃很快就接受了他的新名字。克里斯不知怎么回事，又说要帮科沃看手相，看着看着，两人的表情渐渐有些不对劲儿。咱俩真的要这么做吗？接下来是大人时间。做完之后，克里斯又后悔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给阿珍戴了绿帽，而且还觉得很爽。科沃对此也有相同的感受，于是就让克里斯干脆别和阿珍结婚，去和他私奔。结果他真同意了，两人当场就从酒店飞走了。自古红蓝出 CP， 古人诚不欺我。科沃和克里斯那是相见
见恨晚，都将对方视为自己的灵魂伴侣。科沃让克里斯导到最近的教堂，他们要马上举行婚礼。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切还挺顺利，直到科沃打开了播客。小红很不喜欢铜管乐器的声音，而他的喜好科沃又很不能理解。结果上一秒还是恩爱 CP， 下一秒就变成了生死仇敌。我爱你，但你说话像放屁，我连菊花都没有，怎么可能说话像放屁？等等。所以刚才说着，科沃又开始不安的冒咕不乐了。看样子他们确实是不适合在一起。想到这，小红又开始后悔了，后悔自己毁了原本的幸福生活。科沃现在也后悔了，说现在就把小红送去婚礼现场。此时泰瑞还在寻找阿珍，看他们那吱吱吱的样子就知道是耗子。泰瑞决定破罐子破摔，直接把他们都变酷了，说不定红姑不乐认不出来呢。可想把这么多耗子女搬去婚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于是泰瑞找到了俩熊孩子，既然提到了兄妹俩，就先说说他们最近干的事。熊孩子们回学校了，今天是体测，杰西很担心，他这双恨天高可跑不了长跑，就想着混迹在大部队后面，反正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他。这他可就想太多了。还记得去年他们兄妹俩就是吊车尾，1英里跑了15分钟，气得校长那是吹胡子瞪眼，学校可就指着跑步赚经费过日子呢。于是口哨一吹，全部重跑。你们要是不乐意，就怪这2个秃顶丑逼外星人。然后兄妹俩就被一人打了一拳。杰西有些后怕的摸了摸脑门，小妍妍则发誓再不能重蹈覆辙。说罢，他就钻进了口袋，接入作弊设备。杰西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你不会要用时间作弊头盔吧？他很抗拒这种作弊行为。如果可以，小妍妍也不想这么做，但作弊1分钟就能安稳1整年，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杰西勉强同意了，但也表示下不为例。校长见他俩这身装扮不对劲儿，就问了一下。好在学校有规定，不能过问性别认知设备，于是校长就没再管他俩了。枪响之后，2人按下按钮，飞速跑完了全程。抵达终点的时候，也才过去了1分钟。校长高兴坏了，立刻让他俩作为全校最佳跑手去参赛。这俩可爱的外星人要去参加全国比赛了。说罢，校长就打电话预定了去夏威夷的机票。全国比赛汇集了众多啦啦队小姐姐，校长眼睛都看直了。他让兄妹俩务必拿下冠军，祝他在夏威夷日理万机。杰西现在慌得一批，本来刚开始他就没想作弊，这下事情闹大了，他们指定被抓包。小妍妍让他把时间调慢，然后装作不小心输掉比赛。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怎料他们居然把时间调快了，只用了30秒就跑完了全程。结束后，联邦警察找到了兄妹俩，让他们去参加周日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兄妹俩的加盟让他们特别高兴，现在终于可以打败爱作弊的俄国人了，多亏这俩跑超快的美国正人君子。校长得知这个消息也是跟打鸡血一样兴奋。抵达奥运会现场后，杰西更慌了，他害怕作弊被抓到，然后那些人就会杀了他们。小妍妍安慰他，青少年奥运会没人看的。然而话不能说得太满，这不，米歇尔奥巴马都来了。他说兄妹俩是美国之星，是诚实与正直的象征，所以他赌上了美国的国库，赌他们赢。没错，玩的就是这么大。要是他们比赛输了，美国就玩完了，而且全世界的人民都会把过错推到他们身上。现在兄妹俩是被逼上梁山了。小妍妍终于承认这次玩脱了，他想或许可以说他们窜稀来逃过这一劫。杰西马上就拒绝了，我们不能一直作弊还指望没人杀我们，不能再继续了。这番话让小妍妍犹如醍醐灌顶，她决定要挺直腰杆，诚信竞赛，不能再装了，名气啊、金钱啊、性爱啊根本就不值得留恋。然后2人又站到了最高领奖台，征服了上百万人的不仅仅是你们的速度，更是你们诚实的品质。靠着作弊神器，兄妹俩是一路开挂，赢的奖品身上都挂不住了。尽管没人发现他们作弊，但良心的谴责让他们一直冒咕不乐。而且一般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什么人站出来教训他们的，谁能想到居然没有。杰西感觉越来越不安了。好在外星人家里什么都有，他们找到了教训头盔。小妍妍先试了一下，果然得到了教训，不要高兴得太早。杰西得到的教训是由浅入深难。正在他们准备再多些教训，泰瑞突然冲了进来，让2人帮忙搬运耗子新娘。此时小红和科沃已经到了教堂，科沃警告小红要把酒店的事烂在肚里。小红当然知道要守口如瓶，她可是即将要结婚的人，这不是必须的吗？抱歉，我就是希望你和阿珍能幸福快乐，这样我就安全了。话音刚落，泰瑞就带着一众新娘走了进来，小红都懵了，掀开盖头一看，全都不是自己的媳妇儿。事已至此，他们也只好向小红坦白，阿珍已经变成了老鼠。小红气得跳脚，我恨你们这些希洛普沙雕，你们毁了我的人生。没想到这句话激起了科沃的愤怒，你闭嘴，你在我枕边说你不爱阿珍。是啊，啥？枕边？你们俩那啥了？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吧，我俩是做了。这时杰西不合时宜的插了一句，解决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压力。奥利给！这话点醒了科沃，小红就是他的压力。他说他不该想着控制小红或者与他合作，而是应该划清界限，所以就是用激光
光干掉你。可惜这次还是让小红逃走了，故事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不过只要一家人还在一起，就是最好的结局。在他们所不知道的地底深处，耗子阿珍已经和正鼠在一起了。他觉得现在的日子比之前快乐好几倍，有吃不完的翔，还有体力爆棚的对象，这也许就是皆大欢喜吧。苹果又上新了，作为忠实的果粉，可我觉得去年的苹果已经配不上他今年的气质了。这时果仆照例前来为客人们介绍，然而在他看到科沃等人的瞬间，就立刻吓出了猪叫，离我远点啊！这位果仆是只名叫 Peter 的猪猪，他说自己曾被外星人一家关进地牢，每天受尽惨无人道的折磨，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那间地牢早已被改造成了日光室，而且他们根本不记得见过他。但 Peter 惊吓过度，根本不听解释，就直接叫警察把一家人给抓走了。律师陈述了 Peter 对他们的指控，事情的起因是1年1度的猪排节，当时街道上人山人海，每个人都享受着节日的美味猪排，只有科沃一人愤愤不平，因为这节日不仅占他地儿，影响他正常生活，每次拿奖也没有他的份儿，就不能让科沃赢一次吗？泰瑞建议他上网学学养猪技巧，再学学如何制作美味猪排。科沃嫌这过程太复杂，决定直接开金手指，便用高科技造了一头大猪。这只猪的胸口是烤制好的美味猪排，它的血是上等的烧烤酱，被捅的时候还会拉出各种配菜。凭借这只猪猪，科沃狂揽5个猪排节金奖，成为了猪排节当之无愧的巨星。而猪猪则一直被锁在地牢里，不仅要忍受科沃带来的取肉之痛，还要辅导小妍妍写作业，饱受精神折磨。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就算猪也顶不住啊！好在杰西是全家人中最后的良心，他拦在猪猪前面，让科沃放了他。然而科沃根本不听，直接当他的面杀猪取血。再加上孩子毕竟是孩子，一有好玩的东西，杰西就把猪猪抛诸脑后了。不过所幸趁全家人离开，猪猪也终于找到了机会逃出了地牢。之后猪猪皮特在森林里待了几天，然后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依靠自身努力考取了文科硕士学位，让周围的人倍感压力，连猪都能考上，你为什么不行？然而这年头文科根本找不到工作，猪猪毕业后就只能去苹果店上班。听完这段励志的回忆，科沃觉得这事儿像是他干的，但他根本就不记得发生过这些，也不记得参加过猪排节，见过 Peter。不能因为这故事像他们做的，就把这屎盆子扣上来吧。我们可都是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的良民。话是这么说，但 Peter 的指控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再加上他和他们一样都是外星人，所以这罪名就是板上钉钉，他们完蛋了。之后全家人就被关进了监狱。刚开始的时候，泰瑞还挺乐在其中，直到犯人打架，把刀插在了他的身上。如果说泰瑞是被误伤的，那小妍妍的遭遇就是有意为之了，短短几分钟就被扎成了刺猬。科沃和杰西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话说谁家监狱还会给犯人安排制作刀具的课程啊？这破地方他们真是1秒都待不下去了。而且他们依旧觉得 Peter 的事与自己无关，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被人诬陷了。可谁会大费周章陷害他们呢？泰瑞猜测 Peter 会不会就是主谋？没想到此话一出，引起了家人们的强烈不满。什么？你认真的吗？猪猪那么可爱，你竟然怀疑他？不可能，他的脸和猪排都是天使才有的。但如果不是 Peter， 那又会是谁呢？科沃让大家想想有没有冒犯过别人。那这话题聊起来可就止不住了。杰西想起上周他和小妍妍不想考历史，然后就用变骨枪把老师的骨头变成了金属。之后他过安检的时候就像金刚狼一样释放了爪子，刺死了学校的保安，这也太狠了。看来就是这位老师了。这时泰瑞想起自己也和罗兰结下了梁子，当时他刚刚看完《玩具总动员4》，就觉得把别人家的玩具复活挺有意思的，所以就复活了别人的家具，然后罗兰就被沙发吞了。这么说，科沃觉得讨厌他的傻叉邻居也有嫌疑。那邻居不准他穿圣诞毛衣，说他不了解圣诞，然后他就用科幻节日大炮射了邻居的房子，不仅房子变成了圣诞节限定，连邻居本人都成了姜饼人。小傻叉还敢不敢说我不懂圣诞？好吧，看来以上3人都有嫌疑。再这样回忆下去，估计还能有个700、800。突然小妍妍打断了他们的话，说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 bug， 那就是人类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做这事儿，人类全都蠢毙了。如此说来，他们就都被排除了。陷害他们的一定是聪明、强大和帅气的人，绝不可能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蠢人类。思来想去，果然只有奥关还有这样的能力。既然锁定了目标，他们打算越狱自证清白。他们联系到了在家的游泳，指挥他挖了一条连通家和监狱的隧道，重获自由的感觉别提有多美妙了。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警察就立刻赶来包围了这里。情急之下，全家人躲进了房间，不曾想却看见了满墙的奖杯奖牌，这些徽章和证书跟 Peter 所说的如出一辙。可我开始怀疑他们消除了自己的记忆， Peter 确实被他们所害。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群胆小如鼠、卑鄙下流的恶鬼，他们根本就不是被陷害的，恶
人就是他们自己。明白这点之后，他们决定去赎罪，向警察投降，然后乖乖蹲监狱。法庭很快审理了他们的案子，罪名成立。法官的建议是全部死刑。对于这样的判决，他们并没有什么意见。然而，就在法官准备宣布死刑细节的时候，Peter 开口打断了。他觉得他们不该死，倒不是说他们罪不至死，而是死刑太便宜他们了，他要让他们生不如死。说着 ，Peter 给法官看了一段网红视频，猪猪说的惩罚就是让他们全都戴上装有巴西子弹蚁的手套，他们的毒液极其可怕，被咬上一口就得疼上好几天，而每只里面装有500只蚂蚁。刚戴上，这些外星人就体会到了酸爽，不停地忏悔自己就是活该，就是混蛋。他们没注意到那位老师也在观众之列，他开车来到了一间废弃仓库，无比激动地告诉里面的人，我们成功了。只见他们把头套取下，正是科沃他们曾怀疑过的嫌疑人。原来这一切的一切真的是有人在背后谋划。故事开始是老师偷走了射线枪，把一只普通的猪变成了体内全是猪排的大猪，然后又让他戴上了外星人面具。接着是那位邻居，他把节日大炮调到了国庆模式，一枪下去便有了卷心菜沙拉和盐类。最后是罗兰用复活射线让猪猪有了意识，之后他们就扮演起外星一家，佯装开家庭会议，把铁链松开，让 Peter 逃走了。大仇终于得报，三人现在是万分激动。结果这老师不小心把盟友给插死了，但也不排除有杀人灭口的嫌疑。此时外星难民们还在接受惩罚，不过他们也很快找到了排解的方法，那就是羞辱围观他们的人类。看着别人伤心的跑开，他们的手好像也就没那么痛了。外星人遭遇飞来横祸，强国里也不平静。小黑虽说已经抓住了真凶小白，但他似乎根本没有如实招来的意思，而且他看起来镇定的可怕。在连续杀了这么多人还被捕的情况下，小黑的威胁对他毫无作用。他得意洋洋说，笑到最后的只会是他，他会正大光明的走出去，而小黑则会被留下。不但如此，小白还说蒂姆什么都不是，因为那些能量棒、止疼药、纯净水都是他从强国顶部的洞偷偷运上来的。听到这些胡话，小黑当即震怒了，强国没有洞，你休想坏了蒂姆的好名声。小白却似没有听到似的，依旧继续说，他此前是健身房的攀岩教练，但进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他不能再通过攀岩获得满足，就抑制不住自己想杀人的欲望。于是他说他当时本来准备自杀的，以此来避免别人遇害，但是小黑救了他。在那场他亲手酿成的软糖洪灾中，他本想被糖压死，好从杀人冲动中解脱，结果小黑伸手把他从死亡中拉了出来。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就是天选之子，你救我是为了让我能完成使命，我就是神。话音刚落，门外突然传来了人声，小白脸上的笑容更加放肆了，哥们儿，再不放我走就来不及了哦。在这紧要关头，小黑迅速把门抵上，然后把尖刀架在了小白的脖子上。他对赶来的强兵说出了事实的真相，但他们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枪，只劝他把刀放下，别做了杀人凶手。街道上人们正在准备雪莉纪念日，到处张灯结彩，还有漂亮的花车和雪莉面具。面对昔日女友的照片，这位高高在上的上位者却叹了口气。突然小黑挟持着小白闯了进来，他把在小白口中听到的事全都说了出来。没想到蒂姆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惊讶，反倒称小白为自己的帮手。所以说小白确实是杀人凶手，但他所说的关于墙洞的事情也全是真的。蒂姆说他之前就认识小白，那时他还在为公爵工作，大战之后他就让小白用同样的方法为他效力，不过滥杀无辜这点他确实是不知情的。小白解释说他只是在实践作为神的意志。这家伙是真的把自己当作神了，而且黄毛和光头对此事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只是想顺着蒂姆的意愿，这样蒂姆就能够一直领导他们，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与蒂姆的初心违背。不过蒂姆说知道他们没坏心，所以不惩罚他们，只让他们把小白关进监狱。不想他们进去之后，蒂姆把出口堵住了。原来刚才他说的话只是缓兵之计，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过黄毛和光头。他将手边的回形针轻轻往下一拉，浓稠的巧克力酱从天而降，封住了他们最后的声音和气息。转瞬之间，3条人命就这样没了。目睹这一切之后，小黑再也无法信任蒂姆，而蒂姆也没要求他相信，只说自己欠他一个真相。他希望小黑能听过之后再做决定。此时街上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人人都戴着雪莉的面具。蒂姆行走期间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上位者的风度。他把小黑带到雪莉封神的那幅画像前，将埋藏心底已久的事说了出来。他说雪莉确实帮他击败了公爵，他们也确实相爱，但他不是被公爵杀死的，他是因为发现了墙洞，并且想逼迫所有人跳到后院去被猫头鹰吃掉，所以被他杀死的。蒂姆说他以为雪莉和他是一路人，结果却发现他和公爵才是一路人，因此他们打了起来，酿成了这场悲剧。我为了拯救大家杀了我的毕生所爱，为了保护大家才没公开墙洞的事。他从没想要过管理强国，将此事坦白就是想和小黑分摊重任。他把决定权交给了小黑，
让他只要想告诉大家就告诉，不要怕将平静的生活推向未知，或者帮他保守秘密，让生活重回正轨。无论如何，选择权都掌握在小黑的手中。雪莉纪念日很快就开始了，在这重要时刻，小黑做出了他的选择。他告诉众人，谋杀案的凶手就是蟋蟀。听到众人的欢呼以及蒂姆对他英雄的称呼，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就在大家高呼雪莉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穿着斗篷的人却默不作声，他安静地伫立在这喧闹之中，没人知道这面具下面是何种神情。本集是强国特辑，故事的开始还要从1年前说起。当时公爵放出洪水，淹没了下层居民。等到蒂姆赶到的时候，他已经顺着墙洞逃之夭夭了。蒂姆没有将此事告诉众人，反倒将尖刀刺向了身旁的雪莉。他说人们不需要知道通向外面的路，因为他会在这里建造新世界。紧接着他便把昏迷的雪莉扔了出去。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雪莉突然惊醒了过来，再看墙洞仍闪烁着点点微光，常备的樱桃爆浆糖让他捡回了一条命。不料起身时却不小心拧断了小腿，凭借非凡的意志，雪莉把他复原了，却又遇到了虎视眈眈的鸟儿，他只好拖着残破的身体躲避着庞然大物。好在上天眷顾，雪莉找到了一棵大树，让他在这盘根错节之间得到了片刻的安稳。雪莉是被雨水淹醒的，为了活下去，她只能不停地往上爬。终于熬到了白天，雨停了，恐惧散去，饥饿突然袭来。她运气不错，竟发现了一个大鸡腿，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位故人公爵。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两人不由分说便打了起来。好不容易雪莉占了上风，却被突如其来的小老鼠乱了阵脚。公爵得到机会，却并没有去杀雪莉，而是用匕首刺伤了小老鼠的眼睛，但这也为他们招来了祸患。孩子被刺伤，老鼠妈妈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情急之中，两人躲进了一辆玩具车里，他们一人一边堵住了两侧的门。说来也奇特，刚才还拼得你死我活的仇人，现如今却要联起手来共同抵御危险。不过他们嘴上倒是一点不饶人。公爵以为雪莉是听了蒂姆的话跟出来杀他的，雪莉只说他猜错了，便不愿再多言。公爵也识趣的没有再问，只是把从强国带出来的洗手液给了雪莉，说把它涂在腿上能够防止伤口感染。即使表达善意，公爵嘴上依旧毫不客气，别自作多情，就说你死了没人把我守住这里。雪莉了然，扔给了他一块鸡腿肉，彼此。出去之后我还是要捅下你的眼。说罢，这两人又开始吵了起来。公爵说他此前都是在保护他的子民，还称雪莉他们是破坏社会安宁的恐怖分子。看样子都恢复的不错，有力气吵架了，该休息了。雪莉不信任公爵，就说自己先放哨，公爵也不争辩，就睡下了。次日醒来，雪莉发现拐杖不见了，不像是被公爵削尖放在了旁边。不仅如此，他还用墙角的蘑菇做了早餐，但雪莉拒绝和他用餐，并表示要出去。公爵不同意，现在出去只会被鼠妈妈吃掉，他的孩子受伤了，他一定会伺机报复。雪莉却不以为然，想着垃圾桶的食物应该够他吃了，而且就他的大脑构造，怎么可能会复仇？他雪莉还偏就不信这个邪。怎料没走出几步，雪莉就遇到了鼠妈妈，若不是他跑得快，恐怕真就沦为盘中餐了。公爵见小姑娘回来，显得有些得意，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总能安下心吃早餐了吧？雪莉吃瘪，终究是没再拒绝。这时公爵又提起了强国和蒂姆，他实在太好奇雪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了，于是他是又叫又跳，还不停哀求，求求你了，告诉我吧，求求你了。雪莉被他缠得没办法，就说了事情的经过，说攻陷了宫殿之后，蒂姆就失了智，他不想告诉别人墙洞的事，他刺了我一刀，将我顺着洞口推了出去。没想到蒂姆居然是这样一个人。公爵甚至觉得自己之前都不算坏了，再次揭开伤疤，里面依旧血肉模糊。雪莉以为有多相信蒂姆，遭受背叛就有多痛苦。公爵如今倒像个人生导师似的，告诉雪莉权力能让人丧失理智。虽说，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资格说这话。不过架不住人家脸皮厚，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个好领导。你把最下层给演了，哎，那些人可是准备把强国毁了，我是被逼的。话不投机半句多，但好在两人现在也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蒂姆是混蛋。抛开这些令人不愉快的话题，公爵问起了蘑菇的味道，雪莉很直白，就是难吃。你以为你是谁啊？大厨吗？没想到雪莉还真就是。她入强国之前在红花铁板烧工作，巧了不是？这是公爵最爱的餐厅，他以前每周都要去2次。这下连雪莉都震惊了，这菜这么油腻，吃了不窜稀吗？当然窜稀，但是值，不只是吃东西哦，更是一种体验。这句异口同声说出的标语，似乎进一步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之后，他们竟真的在玩具车里过起了日子。他们共同把这里收拾干净，共同躲避老鼠。有时外面跑进来一只蚂蚁，就足以让他们饱餐一顿。渐渐的，他们开始依靠彼此。雪莉的小腿也在公爵的照料下恢复了。再后来，老鼠竟完全不能给生活造成影响。他们在这剧烈的晃动中悠然下起了棋。就这样，他们一起度过了很多个日与夜。这天，雪莉突发奇想，想知道公爵的真名。还不等他回答，雪莉突然哇哇的吐了。他想，肯定是蚂蚁脑袋吃多了。作为过来人，
公爵却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肯定是怀孕了。他说他在雪莉身上看到了很多怀孕的迹象，比如她已经6到8周没来月经了。他以为他是不想谈论这个话题，才没有多嘴。看公爵如此笃定，雪莉回忆起了之前和蒂姆的种种，她绝望了。怀上仇人的儿子可不是什么好体验，可她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测一下，这就体现出公爵的重要性了。他知道有种奶油原料和验孕棒里的东西是一样的。为保证这次测试的可靠性，公爵先用自己的尿液进行了对照，滴进去无事发生，然后是雪莉的，刚滴进去，尿液便张牙舞爪的飞了出去。看来雪莉的确是怀孕了，公爵显得非常兴奋，这可是第一个出生的小人宝宝，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奇迹。如果孩子的爸爸不是蒂姆，得知这件事，公爵沉默了，但他马上又告诉雪莉，不管未来如何，他都会和他一起想办法，相信我。公爵的保证让雪莉稍稍安了心。他突然又想起公爵居然保存着他的尿，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癖好？要不然你以为热水澡泡的是什么？又是一天电闪雷鸣，诡异的天气把车内衬得通红。公爵不停地鼓励雪莉用力，良久，这小婴儿终于生了下来，但却没有哭声。再看公爵的手里，居然是个轻盈口味的小熊软糖。当然，以上这一切只是雪莉的梦境，她不是第一次梦见生糖果了，之前还梦到过扭扭糖。公爵取出一滴水让她喝下，然后说出了最近一直忧心的事：由于老鼠的长期破坏，这辆玩具车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更别说让雪莉在此处养孩子。公爵说，这里只是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宝宝需要药物，还不能吃昆虫。他打算让雪莉去药店，可眼前那看似很近的药房，像他们这样的小人得走上好几个星期。可公爵别无他法，为了孩子，我们必须去，而且如果不去药店，就只能回强国。公爵知道雪莉肯定不愿意，雪莉勉强答应了。可车外的老鼠是个大隐患，公爵让他相信自己，他会帮助他。次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公爵嘱咐雪莉开门就冲，他会掩护他。雪莉有些犹豫，但终究选择了相信公爵。他打开门，撒了欢似的往草丛跑去。公爵见他跑远了，就大声嚷嚷招来了老鼠。他一边跑着，一边把鞭炮点燃，然后就被老鼠咬死了。他晃动了几下，把公爵吃进了嘴里。紧接着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老鼠被爆头，公爵也遍体鳞伤。雪莉悲痛欲绝，她不知道公爵会用如此惨烈的方式。多日的相处，她早已离不开他了。弥留之际，公爵还一直鼓励着雪莉，说希望这能弥补他在强国里做的恶。雪莉，我并不是一个好领袖，我爱你，就像父亲爱他的女儿。最后，他将真名林哥告诉了雪莉，然后毫无遗憾的永远闭上了眼睛。雪莉在他的胸口放上了一朵祭奠的小花，用树叶盖住了他的尸体，然后穿着他的衣服，坚定地踏上了旅途。如此悲壮的生离死别，连永永也不禁为之动容。都说人命如蝼蚁，可真成了蝼蚁，才知生命的脆弱。雪莉跋山涉水几个日夜，也没走出这小小庭院。这天雪下得很大，杰西听着歌，迈着轻快的步伐在雪地里小跑。轻快是正常人的世界，雪莉感觉到的是强烈的地震。看着脚步逐渐逼近，她也顾不得羊水破了，慌忙躲进了糖果玩具的空隙。本以为这就此躲过一劫，不想杰西发现了这糖果，捡起来就开始吃了起来。他每按一下，里面的雪莉就如地裂山崩，而且他马上就要生了，身下不停的出血。雪莉心一横，一使劲儿，那娃娃出来了。那声啼哭抚慰了他那紧绷的神经。幸运的是，杰西嫌弃这糖难吃，免去了他们母女被吞入腹中的危险。死里逃生的雪莉看着怀中的孩子，眼神更加坚定了。又过了漫长的时间，她终于到了。然而等待她的并不是梦想中的药店，那不过是一块巨大的药店广告牌。雪莉绝望了，长途跋涉，公爵牺牲，到头来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有药店，她现在已经无处可去，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返回强国。为了孩子，雪莉再次坚定了决心。又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旅途，雪莉终于又站在了墙洞之下，沿着墙壁，她开始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中途休息的时候，乌鸦注意到了她，它飞扑过来想要吃掉这对母女。雪莉躲闪不及，眼见就要被捉住，游泳突然出现，抓住了这鸟儿的尾巴，往地上来回摔，最后直接扯成了两半。做完这些之后，游泳就离开了，剩下的事情只能靠雪莉自己。又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到了。看着强国里的人都戴着自己的面具，还有着雪莉纪念日的小旗子，都让雪莉感到非常莫名其妙。不过这样也好，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她。就在她讶异于街道的干净、人们的笑脸时，蒂姆的讲话开始了。他混迹其中，观看了这场开幕式的全貌。他看到了蒂姆如何的受人爱戴，也看到了小黑宣布凶手是蟋蟀的无奈。所以他在小黑落单的时候找到了他，他告诉小黑他是来拯救强国的。从他的眼神他就知道蟋蟀都是骗人的，是蒂姆为了强国和掩盖罪行说的谎。眼见雪莉如此笃定，小黑终于不再隐瞒，承认自己知道这些事。他还说蒂姆和公爵一样，不，他比公爵还要可怕，但只有这样强国才安全啊，那也绝不可能让蒂姆当统治者。说着，雪莉亮出了怀中的孩子。小黑震惊之余还是有些犹豫，我俩势单力薄，对付不了蒂姆，他那么强大，人人都爱戴他，我们一起努力就能对付他。说话间，两人朝着人群的反方向逐渐远去了。
激情褪去后只剩一点点倦，看看屋里的一片狼藉，就知道昨晚的 party 有多疯狂。比这更辣眼睛的是泰瑞的打扮，这小皮裤、小高跟，没有人比他更懂性感。happy一时爽，打扫火葬场。小爷爷现在是异常烦躁，那只用来献祭的小羊也没用上，动物园也不收，简直就是个累赘。这时科沃端出来了一盘鲈鱼，虽说花费了一点点时间，但好在他成功将其骨肉分离了。可惜呀，party 已经结束，他这精湛的刀工注定无人欣赏了。不过这不要紧，他还可以孤芳自赏。怎料他刚把这一大块肉放入口中，就被鱼骨给卡住了，所以他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还是没剔干净。突然，游泳的身体剧烈的晃动起来，然后散发出了一阵强烈的光线。平静下来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蓝色。众人用色卡比对了一下，发现这种颜色代表着他们全都死定了。午时已到，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游泳变蓝后释放的蛋白质粉尘会触发他们体内的自然机制，让他们在12个小时后暴毙。他们死后会变成游泳进化的养料，最后游泳会把地球改造成希洛普星球的样子。如此说来，他们的任务就快完成了。所有人都沉浸在一股喜悦之中，他们从前从未死过，所以对此充满了期待。科沃打算烧掉自己的东西，以免死后被人染指，还要挖个坑，静待死亡降临。说到这里，他打算先去邻居那儿要回铁锹。杰西让他尽量早去早回，因为游泳已经在磨刀霍霍了。然而当邻居得知科沃要给自己挖坟时，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忧伤，因为如果他知道自己今天就会死，绝不会有科沃这样好的心态。毕竟人死不能复生，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呢。科沃一听这话，觉出不对劲儿了，赶忙急匆匆跑回家，告诉众人他们被骗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死后的世界，死了就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动画片里的东西都是假的，他们应该在生前抓紧时间让人生圆满。可就算是这样，他们也只剩下11个小时了，这么点时间咋可能让人生圆满？杰西比较乐观，想着也许他们已经圆满了。然而打开圆满量表，他们甚至连最低标准都没达到，而时间却在1分1秒的流逝。时间紧迫，他们必须马上行动。科沃让所有人都写下能让自己人生圆满的事，然后1小时后在客厅里集合。看着满满的一口袋，他们的心愿还真不少，就是有条件达成的没有几个。这时科沃发现有个愿望是帮一群菜鸟孩子赢得体育冠军，这愿望不错，帮助别人说不定能达成圆满。由于现在不是赛季，所以只有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水球锦标赛符合条件。一家人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到达比赛现场就只剩下9个半小时能活了。事不宜迟，得赶紧找到菜鸟队。他们在四周环视了一圈，个个都壮得跟牛似的，全都是一副奔着冠军去的样子，根本就挑不出来。于是小妍妍干脆1不做2不休，随便选一队设了菜鸟射线。这还真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激光之下，巴拉圭的队员都成了老弱病残，强行给人家整成了菜鸟队。之后全家人就当起了巴拉圭队的教练，指挥他们如何利用仅剩的优势击败对手。在众人齐心协力之下，巴拉圭的排名不断上升，终于迎来了冠军争夺战。凭借着轮椅的优势，小娃娃在最后1秒成功进球，这对老弱病残真就获得了冠军。虽说这确实非常激动人心，但那位老人还是希望能把他们复原。我以前长得帅，声音又好听，可这不在一家人的心愿之内。他们现在只想知道圆满的进度，不料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不能说上升迅猛吧，只能说是几乎没动。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结果都是无用功，而且游泳看起来更饿了。烛光晚餐那套装备都整齐活了，泰瑞急了，觉得他们拖了自己后腿，他要自己去完成心愿。开了先河之后，小妍妍和杰西也抢走了一把纸条。泰瑞拿到的第一个心愿是扶老奶奶过马路，恰好这时就有个老奶奶走在路中间，他立刻上前拉住人家，这遍走的不好，咱们再走一遍，完全不管着老奶奶要去对面等公交。天哪，这里有个变态要对老奶奶下手，什么不是要劫色？气得老奶奶直接重拳出击，把泰瑞打得满地找牙。好家伙，真就我奶奶都比你行系列。小妍妍这边的愿望是教人识字，她也不管那么多，直接用射线教会了婴儿，把人家妈妈弄得莫名其妙。不仅如此，她还让帽子、车子全都认了字，就连前来抓她的警察也不例外。我勒个去，我现在会认字啦！我要是有同情心了可咋办啊？悲痛，自由国又少了2位执法英雄啊！科沃比上面那俩家伙更匆忙，打算一边学跳伞一边受洗，得亏这牧师是专业的，就在空中让科沃沐浴圣水。怎料到此还没念完，晚掉了。好在科沃最终还是完成了受洗，并安全落地。就是这牧师比较惨了。杰西拿到的心愿是放生鲨鱼，他像人鱼童话里的小男孩一样，指挥着鲨鱼们向着自由奔去。然而和电影不同的是，等待他们的是死亡。维利们，好好享受自由吧。接下来又是泰瑞，他按照杰西的心愿亲了杰克，不想这家伙竟被亲上瘾了，还邀请泰瑞当他的毕业舞会舞伴。科沃则找到了俩孩子的老师。小妍妍写的心愿还算正常，就是想当面骂老师解气。泰瑞就比较舍己为人了，直接就让科沃
沃被强行拉去干坏事之后，全家4人分头行动，圆满度也随着他们的行动不断上升。虽说确实有显著提高，但距离完全圆满依旧还有段距离。明明纸条上写的东西都已经完成了，这时泰瑞的手机给他推送了每日一词，今天的是拖沓。看这词的意思，拖沓不就是他自己吗？此话一出，他竟然就此圆满了。作为首个达成圆满的人，泰瑞自然是兴奋异常。我活在当下了，你们还没有哟，你们就是人生输家。众人看他那嘚瑟的样子都不爽极了，小妍妍一怒之下就推了他一把，毫无防备的泰瑞在这股力道下破窗而出，然后摔在地上成了滩烂泥。看着泰瑞的尸体，众人一时无语。这时小妍妍发现泰瑞死了之后，他的圆满值好像转到自己身上了。果不其然，他看起来就快要圆满了。没想到事情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态势，但是我们不会自相残杀的，对吧？我们可是一家人，对，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我们是一家人。话虽如此，但3人的眼神出卖了他们的内心。杰西马上说他准备回房去祭奠泰瑞，小妍妍则表示还有些私事要处理。科沃也有事，他要去给雷神打分。很好，大家都有事儿，那就分开行动吧。回房后，小妍妍马上启动了他的无敌坦克，杰西看样子也准备了秘密武器，科沃则是找人工智能要了魔法药水。准备就绪之后，3人默契的聚集在了客厅，大战一触即发。眼见小妍妍不讲武德，竟然装备了坦克，科沃率先召唤出了他的沃子沃孙。杰西没有那种大型杀伤性武器，但他用现有物品做了很多陷阱，势必要给他俩上演一出小鬼当家。看起来大家准备的都很周全，小妍妍也就不再客气，直接开炮干掉了几只小科沃。但紧接着坦克被杰西的弹珠绊出了脚，给了小科沃们一个可乘之机。趁着小妍妍被拖住脚步，科沃和杰西跑到了楼上暂避风头。等到小科沃被杀的差不多了，科沃的大招也就准备好了，他召唤了一只超大的食人魔科沃。这家伙不仅体型巨大，而且无坚不摧，枪林弹雨于他而言就只是挠痒痒。大手抓起小妍妍就摔在了地上，再一脚下去，这小家伙直接爆了浆。楼上的杰西听到动静，忙跑下了楼，眼见小妍妍变成了这副惨样，泪水止不住的往外冒。科沃也终于在此刻恢复了神智，想到他们为涨分而自相残杀是多么的愚蠢，这剩下的时间他们本该待在一起的。醒悟过来之后，他们开始依偎的坐着。杰西说他很害怕，不知道死时会不会疼，不过好在还有科沃陪着他。科沃也颇为感慨，表示生命的意义或许就在于陪伴相爱之人。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好了，尤其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杰西情不自禁向科沃要了最后一个拥抱，确实是最后一个，因为科沃不小心触动了陷阱，被头顶的熨斗爆了头，没想到自己的无心之失侵害科沃殒命。杰西痛苦万分，如果可以，他一点也不想这么做。不过在厮杀中成为唯一幸存者，最后达成圆满这件事还是很令人高兴的。现在仅剩下1分钟了，杰西回想起刚才科沃说家人最重要，于是把屋内2人的尸体拖了出去，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最后杰西不舍得向勇勇道别，慢慢吃哦，不然会肚肚疼，然后就躺在地上任由死神降临。过了好一会儿，预想的死亡都没到来，杰西有些慌了，想着自己该不会无缘无故杀了全家人吧。话音刚落，他的头就爆了，其他人的头也全都爆了。紧接着他们纷纷长成了一棵大树，树上倒挂着像草莓似的果实。搞半天，原来勇勇吃的是这玩意儿。看到这一幕，邻居小唐都惊呆了，毕竟人类死掉之后就烂掉了，他不说还好，他一说科沃就想到了圆满。如果说人类和外星人死后不同，那他们根本就不用非要圆满啊，都是因为你，我们的房子都没了，去死吧你，你的软糖跟翔一个味儿。说着全家人都开始攻击起小唐来，科沃还说等长了腿就把他杀了。他们骂着骂着居然达成了圆满，原来对邻居输出就能达成圆满吗？我们从一开始就该一起折磨小唐。小唐一听这还得了，连觉都没睡就收拾东西连夜逃走了。